当大多数人还在讨论 ChatGPT 写邮件的速度时，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应用到物理环境。前不久，英伟达正式宣布，将在2026年启动新加坡的具身智能与高效人工智能研发实验室。很多人看这则新闻，只关注英伟达的股价走势，或者认为这只是跨国企业的常规海外投资。仔细分析，你会发现，这绝不是简单的产能转移，而是黄仁勋在东南亚区域的重要战略部署。他选择这里，看重的正是新加坡独特的生存方式和地缘政治考量。你好，欢迎来到频道。今天我们用科技视角聊聊这场改变物理环境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以及为什么偏偏是资源匮乏的新加坡获得了参与这个万亿级市场的机会。在算法更新速度极快的今天，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100多年前，我们的南洋先辈靠着双手和吃苦耐劳的韧性，在马六甲海峡建立了生存基础。今天单靠勤奋显然已经不够了。新加坡政府推出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 2.0 明确传递了一个生存信号，我们必须在人工智能技术普及的过程中找到新的发展空间。英伟达这次带来的具身智能，英文叫 Embodied AI， 正是这项技术的新发展阶段。它不再是只会陪你聊天，帮你修改 PPT 的软件程序，而是配备了物理躯体的智能设备。它们能感知物理环境的温度和重力，能操作复杂的机械，甚至能应用在医疗、制造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预计到2030年，这个市场的复合增长率将超过 40%。英伟达选择现在在新加坡设立实验室，不仅是对本地科技基础设施的认可，更是在向世界表明，人工智能的物理形态应用即将在亚洲核心区域展开。那么，这项技术变革为什么不在硅谷，也不在其他大国？这是一个反直觉的问题。论本地市场规模，我们只有几百万人口；论顶尖高校和工程人才的绝对数量，我们也无法和北美或者亚洲的大国抗衡。黄仁勋为什么偏偏把如此核心的具身智能实验室放在这里？答案与当前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有关。如今高端人工智能技术早就不是纯粹的商业产品，它已经变成了大国之间的战略资产。具身智能需要在物理环境中收集海量的数据，进行无数次的试错与物理环境交互。如果把这样的前沿实验室放在地缘政治的敏感地带，科技企业面临的将是随时可能出现的政策风险和技术壁垒。这时候，新加坡的独特地位就显现出来了。我们在国际社会中长期保持中立，拥有很高的法治信任度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英伟达在这里设立实验室，本质上是找到了一个安全、稳定且被全球广泛认可的研发基地。这其实和我们南洋先辈们的生存智慧一脉相承。当年新加坡之所以能从一个渔村发展成繁荣的自由贸易港，靠的就是对所有商船开放、一视同仁的契约精神。我们在马六甲海峡交易香料、锡矿和橡胶，而今天在这个数据交换中心里，我们汇聚的是全球顶尖的算力、算法和数据。英伟达的到来，正是对新加坡这种高信任度枢纽地位的认可。但信任只是基础条件，要留住大型企业，我们还面临着一个客观的物理条件限制。留意新闻的细节，部长杨立明除了提到具身智能，还特别强调了另一个关键方向：高效人工智能。为什么要在新加坡重点研究高效技术？因为这是由我们自身的资源短缺客观条件决定的。训练和运行庞大的人工智能模型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在美国的中西部沙漠，科技企业可以轻松购置几百亩土地，建起庞大的高耗能数据中心。但在新加坡，这根本行不通。我们土地面积小，电力资源有限，甚至连冷却服务器需要的水资源都要经过精密的计算。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也就是 IMDA，
对数据中心的能效标准提出了全球最严格的绿色环保要求。在这种严苛的资源约束下，如果想继续参与全球科技竞争，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在提升效率和边缘计算上不断突破。英伟达在这里研究高效技术，就是要解决一个全球范围的难题：如何让具身机器人在消耗更少电量、占用更小算力空间的前提下，依然能准确地完成物理任务。当这些搭载英伟达芯片的智能设备能够在新加坡炎热潮湿的热带环境中，在严格的能耗指标下稳定运行，那么这套技术标准就可以直接应用到全球任何一个城市。这种在资源限制下进行创新的能力，正是新加坡科技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观察整个科技行业，你会发现英伟达在本地设立实验室不是单一事件。你可以看看周围的实际情况，戴森早就把全球总部和机器人研发中心搬到了新加坡的圣詹姆士发电厂。德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大陆集团也在本地设立了自动驾驶研发实验室。根据 LinkedIn 的相关报告，新加坡的人均人工智能专业人才比例已经稳居亚洲前列，而我们国家每年的研发支出占 GDP 的比例也常年保持在 2% 以上的高位。这些数据和案例结合在一起，展示了一个清晰的产业发展方向。新加坡正在形成一个具备规模的物理硬件加上算力设施的产业集群。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角色更多是后端的封装、测试或者精密制造。现在英伟达具身智能实验室来到本地，我们正在向价值链的更高层级转移。未来的新加坡不仅会生产芯片，更会去规划这些芯片如何在物理环境中与人类互动。这就是科技产业的聚集优势。顶尖的算力吸引顶尖的算法，顶尖的算法又吸引顶尖的硬件企业，最终把伟仪科技城这些地方建设成亚太地区不可替代的创新中心。从虚拟的大语言模型到应用在物理环境的具身智能，从马六甲海峡的传统贸易港到全球算力数据的安全中心，英伟达在新加坡的战略部署，让我们看到了科技演进的客观规律，也看到了这座岛国在技术变革中的定力。面对即将全面应用在生活中的物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其实不需要过度恐慌。面对未知的情况，只要保持兼容并蓄的开放心态，顺应趋势，就总能找到新的生存方式。科技的应用形态一直在变，但那份坚韧和对未来的好奇心，永远是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你准备好迎接具身智能时代了吗？你觉得人工智能机器人最先会取代本地的哪些工作？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